家好。今天我跟我家人呢开车出来闲逛啊，来到了黄埔的，应该是中心知识城这边吧，就路过一个古村叫莲塘古村，我看这边还搞得不错啊，就停了车呢，到这个村里来转转。看到对面呢有很多的招牌啊，这个村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直播基地、人民食堂等等吧。好，我们就准备去里面转转。这个看来呢是一个企业吗？南岳百村黄埔总部莲塘馆。这个村口的设计好像还是蛮不错啊。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一个介绍。莲塘村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知识城的北面，是一个传统村落，也是历史文化名村，建于1276年南宋年间，这跟我们前几天去的松塘村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有4层公祠、红釉家塾、莲塘第一食堂旧址等等吧。好，我们去看看这个新乡村示范带。刚刚我开车过来啊，就看到这边有一片莲塘，非常美，有些还盛开着莲花啊，这个应该已经不多见。你看啊，正对的就是一片莲花，但这边可能得要推着车走一走才行了。看看，现在呢，我正对着是一座小山啊，山的下面呢有一些古建筑，有点像以前的祠堂，应该就是4层公祠吧，这样的一个纪念的祠堂。门口呢就是一个莲池啊，这跟广东的民居祠堂门前的这种风水是一致的，就是背山面水啊。这里环境很好，听到很多鸟鸣声，因为毕竟呢已经是偏离了市区了。但这个附近呢，今天我们一路过来啊，从科学城一直开车来到了知识城。这里应该是黄埔、增城或者是从化几个地方连接地方了。好，我们推着车走一走。看来这个路不是特别适合推车走路。来到了一个清水的平台，我们来看看啊，你看这个荷花池啊，这里的荷花与众不同。我们无论是在哪里看到莲花都已经败掉了，可是这边的荷叶还是绿的，竟然还有很多含苞待放的莲花，有些还是满开的状态啊，挺漂亮的。就在这样的一个莲花池，应该是村民公园吧，很不错。这里有个名字叫思莲园。
这边也有一个亭子，就在莲花池边上，还是挺美的。就这边的这种碎石头铺成的这条道路啊，推的车震动比较大。这边呢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平台，近距离的看看这莲花，还有一些美人蕉。就这里风景还是非常不错，很恬静。对面呢就是农民的一些房子了。就是农村地带啊，是我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所以我对这种农村的气息的地方呢，就特别有兴趣。就来到这种地方呢，就有一种好像回到家的感觉。你看这边还有些石凳、石桌，这边还在进行一些修整。好，前面呢有莲塘村的牌子啊，看看能不能骑进村里去兜一圈。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还有一个莲塘村的游客服务中心。你看啊，这边有一些以前应该是留下来的老房子，居仁里。中国传统村落莲塘村，好美的一个乡村地带啊！很偶然的来到这样的农村，真的眼睛一亮啊！我相信呢，这边的农村呢，也是借着周围啊，在经济开发，慢慢的呢，可能也获得了政府的一些援助啊，就在这边呢，想要修复一下他们以前的这些房子。这个就是一个有功书舍，是清末村中名人陈永清先生的故居，始建于清末，距今了100多年了。你看，有功书舍，但是显然呢，这里边已经不复当年的样子了啊。从这边呢来看看这个莲塘啊，就更加的开阔，满眼的绿色，点点的莲花的这种花朵，看上去美极了。看来呢，这边并不是适合骑行的道路啊，都是一种石板，有点颠簸。我就慢慢的骑行一下，增加一些效率。你可以看到这边呢，你看，以前莲塘古村莲塘营部第2食堂旧址。这边呢就是14成功祠，
陈十四啊，不是4个姓陈的人，而是这个人就叫陈十四，南宋末年人，是莲塘村陈姓的始祖。这个公祠建于清代光绪25年，是这么样一个地方。就也是家里有人读书做官啊，出了一个进士，做了官，光宗耀祖，有了钱啊，就是到这边呢，建了这么一个纪念祖先的大房子。现在呢，我就在这个40陈公祠的门前啊，后面呢就是一片保存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宗祠，这里没什么人，我们走到里面去看看啊。你看，同样的岭南特色的雕梁画栋啊，就这种非常漂亮的岭南特色的建筑物。看来这个宗祠啊还挺大啊，你可以看看，一样有这种各种绳底啊。这边还有一个陈公祠的古井，想必就是很多年了啊。陈氏子弟们的一些捐款。一个2进的院落，这里应该是放先人牌位的地方了。这个天井还不错啊，专门做了透天的设计，应该是个2进的院落。但是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疏于管理，也没有什么人来利用，就仅仅是作为一个古祠堂来保存着啊。那我相信呢，以后啊，可能有重要的宗族的事务呢，也会在这边进行一些仪式，或者做出一些权衡判断吧，还是挺不错的一个祠堂。门前呢，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莲塘啊，应该是寓意做官出淤泥以不染吧。边上呢有一个青莲戏台，不知道这个戏台是古时就有呢，还是现在仿古建设的。这个上面呢是一座小山，我的理解应该是可以登山的啊。但我们今天就不方便上去了。1956年建的村中乐社啊，就是将这个40陈公祠西侧的戏台改建而成的，取名青莲戏台。到13年的时候又重建，增加了一些设施。可以想象啊，这边唱乐曲的人登台可以自娱自乐一番。
从这边呢再来望一望40成功祠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保存得相当好。我相信后世呢也经过了好几次的重建，应该是维修吧，因为我里面看到有很多城市的子弟的捐款的一个清单。就这个地方呢，还曾经是一个莲塘营部第二食堂，可能是国有的农场吧，而它的前面呢就是一个莲池。那这个莲池呢，应该从左边一路延续过来，但是这边呢就感觉这个莲花好像已经败谢的比较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幽静应该说真的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时候吧，歪打正着就是到农村来走走，真的可以看到一些农村的景象还是相当不错的。这边呢可能还有雄心壮志要搞一个叫莲从燕来省级新乡村示范带那这个里面就应该有很多的村庄在这里面了。所以这边呢就是莲塘村的这里边上呢其实都是山峦，应该在帽峰山的山路下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很不错的地方，到此一游。好，现在呢我就离开这个4层成功祠，前方还有座小桥小桥也不错。正对着呢就是这座小桥，看上去古色古香不清楚这是哪一年重新改建的。这个边上呢就是有一株非常漂亮的榕树哇，你看很粗的枝干，更大的一种树冠很美。这边呢也有一个介绍莲塘古榕树，据说是已经有700年了这么一个古榕树，非常之美。其实这个莲池呢是连着这一片的，其实就是一条河了。然后边上呢，你看有很多应该是以前保存下来的老房子，但是我相信呢也是经过了重新改建了。就这里原来是一个私塾，叫红釉家塾。就以前这些村庄都是诗书耕读，最终呢都是需要读书才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个秀昌书室，看来这个小小的村庄还是民风是比较好学的有不少的这种书室私塾，就能够保存下来，真的是相当不错趁着骑着车呢，我稍稍的到里面去多转一圈就这边呢有书香莲塘，这边呢还有一个人民食堂，想象就是人民公社，大家吃大锅饭的地方。对于人民公社或者大食堂
大锅饭啊，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怀念，但是呢，更多的人呢，可能就会明白，这是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是使得后期到了60、70年代，很多地方经济一塌糊涂的原因所在。那改革开放呢，就是要改掉这种吃大锅饭的观念，最终呢，就使得大家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多劳多得，并且可以合法的拥有私产，从无产阶级呢变成有产阶级。那现在中国来讲啊，大多数人或多或少的都拥有自己的一些私有的资产，所以你现在在说以无产阶级要对有产阶级进行清算、进行斗争，甚至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合时宜，那绝对是历史的大倒退了。这边呢，就是普通的这种村民的村屋，跟其他农村地方看到的应该也没什么区别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还是做了一些类似你看森林或者湿地公园这样的地方啊，还是很美的。边上呢有些小山，所以呢，你也可以把这个村庄呢称之为一个小山村啊。对，你看它的地也不都是平的啊，起起伏伏，就是你要种水稻、种庄稼呢是有点困难。幸好呢，现在也是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啊。你看这边也有一些农家小院，大家做一些旅游开发，或者城里人呢就喜欢到这种乡野的地方，其实离城区也不远，就来散散心，换换空气，能够在这种安静的环境里面呢，哪怕散散步啊，也会让自己身心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没事干啊，骑着车到这边来，看到有这么样的一个漂亮的农村呢，忍不住就进来骑会儿车。就是稍稍有些抱歉，我的家人在车上等着我，所以呢，我也就匆匆转一圈，从这边看看有没有路可以去到刚刚停车的地方。这边呢，就是还保留着一些比较简陋的房子。你看这些房子建起来以后啊，没有什么装修，连外墙都没有。这就是中国或者说广州附近的很多农村啊，他们建房子就是只求能住啊，美观上面呢就没什么要求。说的不好听呢，就显得没什么文化啊。那可能也是跟他们的见识和经济水平有关吧。这条叫连山路，上街一巷。整个村庄并不很大啊，我已经转了一圈了。在外面呢，就是一条大马路。我看这个地方已经建了一些绿道、步行道啊。我想着这个地方呢，政府应该已经有所规划。这个村里的一些房子居民呢，我相信啊，
不远的将来都会面临着拆迁，就会把这块地方呢腾出来啊，作为知识城的综合开发的一块地方。我发现就是有这样的绿道啊，稍稍的去走一下。这里环境真的是非常秀美，感觉还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老百姓呢，还是要衣食住行，还是要有钱过他们的想要的生活，就光是山清水秀呢还是不够的，更要有办法，或者是在政策的引领底下，找到致富的窍门，让他们的生活呢能够变得更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条马路上，就是通汽车的马路上。这里呢，应该都是莲塘村的一些设施，像卫生院啊，什么之类的啊，都在这边。而且还有一些简易的这种商铺、餐馆之类的。好了，我就不在这边停留太多了。现在呢，就去我停车地方取了车以后，我们再到下一个地方。也是偶然的机会啊，很有缘到这个莲塘古村来转了一圈，也希望呢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如果大家有空到这个附近来呢，不妨可以来转转。我觉得还是非常美的一片农村，并且呢还在不断的优化之中，相信以后会变得更好。好了，那么今天在莲塘古村的一段偶然的乡间之旅呢，就到此结束吧。莲塘古村还不错。前方有限速摄像头。前方有限速摄像头。就这个马路呢，比以前都修的要好看很多了，走起来还是非常舒服。
这里呢，其实都已经是在帽峰山的附近了。对，它就是我看那个地图上面就是帽峰山。帽峰山生态园。但我不知道这个沙河是那个沙河吗？对，应该不是。因为我们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个地方叫沙河的。就是里面可能就是帽峰山了。因为我看的路牌是这么指的。这样子吧。对，灯光它肯定很大美。上去过哈。结果它肯定有好多个开这个上去口子，对。兜了一圈。不是，我们以前博士教育部有个博士就在帽峰山里面搞了一个房子，也弄成一个民宿一样的。对啊，我还去过，社科院的，我还在他那边吃了餐饭。但这个山脚下就这种感觉是挺好的。只不过就这种农村，如果不是靠那个大马路的呢，它可能有排要等。钓鱼场。刚刚从那边开车过来啊，这里就是帽峰山脚下的一片农村地带，但这边呢有一大片的帽峰山农产品的一个市场。我看了看，全部都是卖水果的。我的家人呢就去挑水果去了，我就在这边随意的走走看看。水果的种类还是蛮丰富啊。火龙果、柚子，各种各样的瓜果不少。所以每次到这种乡村地带呢，如果可以的话，就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品，也算是帮衬一下山里的农家人。应该说价钱跟城里也差不了多少。今天呢，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啊，就是随便开着车闲逛，趁着天气不错，能见度很高，就在乡下的这些山道、乡道里面开车穿行，觉得非常有意思。就看到满眼都是翠绿，边上呢有小山，时不时呢会经过一些农村地带啊，就是那种村里的小街道。我觉得这些就是最基本的老百姓的生活之一吧。那政府呢也在这个周围呢不断的进行开发啊，比方说像中心知识城和已经很成熟的科学城，其实以前呢都是一大片的乡村地带啊，但是慢慢的呢就建了起来。就有时候真的有机会到这农村地带来走一走，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惬意的。虽然说农村对于一个城里人来讲的话，他的生活设施有时候卫生条件等等，尤其是商业呢还是比较缺乏，就这些呢可能会稍稍的显得落后一些。但是整个的这种氛围让你感觉会很放松。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追求这种让
身心放松的地方。你看，这是一条小溪流，从上面呢这个缓缓流下。这个里面呢就是深入到山脚下农村地带了。这边跟江南一样啊，也会有很多绿竹。这种竹子呢，看起去特别好看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山泉水了吧，应该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一些流水，这还是很不错的啊。最起码用水就不用那么紧张了。就是到这边一个市场边上，停下车买一些水果，然后呢路过一下啊，补拍一段，分享给大家，谢谢观赏，再见。